记得小时候，每逢下课，阿公就会把我和弟弟带到他家，我们总会趁着阿公忙碌的时候，偷偷溜到楼下的小贩中心，吃一碗最爱的温头雪。在炎热的午后，来上一碗冰沙凉粉，搭配酸酸甜甜的水蜜桃，淋点酸甘汁，吃起来沁人心脾，让我和弟弟回味无穷。其实水果除了直接单吃，还可以变化出各种创意吃法。不论甜点、冰品或是美味佳肴，水果的风味组合还有许多惊喜的配对等着我们去发掘。我认为在本地饮食文化的影响下，我们习惯把水果与料理分开处理，比较不会把水果拿来加热、加工，再用在菜肴里。而泰国是临海的热带国家，绿色蔬菜、海鲜以及水果的种类丰富，当地人也习惯就地取材，以水果入菜，这更成了泰国料理的特色之一。有些人嫌弃我不够成熟，带点青涩，还说我性格酸溜溜，让人不敢靠近。但是如果你有机会认识我，就会发现我其实非常爽脆可口，甚至带有诱人的清新香气。当我和辣椒、鱼露、小鱼干、樱桃、番茄这些个性强烈的食材搭在一块儿，我们总会碰撞出不一样的奇妙火花，让你对我们爱个不要不要的。我们就是你炎热夏天的最佳凉拌青芒果沙拉。用水果来做菜，不仅开胃下饭，菜色也清而不淡，鲜而不俗，有引人食欲、饱人眼福的效果。Chef L 先以这道泰国东北部的开胃小菜青木瓜沙拉，引领我进入充满果香味的泰式料理世界。Okay, Chef, you try our Northeastern Thai papaya salad. Okay, thank you. Wow, I can smell the acidity, the sourness, fish sauce. Okay. 水果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从未熟到过熟期间，风味会逐渐改变。因此，在考虑菜肴最终的风味以及与之搭配的食材之间的平衡，分别选用未熟、熟透或过熟的水果，就是创造美味的精髓。For this one, we use the unripe papaya because the sauce itself is very strong taste. They give you the sweetness, spiciness, and saltiness. Right. 未熟的青木瓜没有什么味道，所以能够充分的吸收其他食材与调味料的风味，成为酸辣爽口的开胃小菜。泰国料理也爱使用未熟的青芒果，为菜肴增添别致的风味。酸是人类烹饪中最古老的调味，而酸性水果的独特风味，使得酸味在食材中有了更大作为，在人们奇异的搭配中大展风采。Just now you try the papaya, then Right. it doesn't give you any taste. But this one we choose sour mango instead. Okay. The anchovy you see here is our own recipe. Normally we will use the crispy sweet fish. I think it's common when we cook, you want to soften down the saltiness, you're gonna give the sourness. Right. So we use mango to soften down the saltiness of the sauce. 酱汁中的每一种成分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们都能在我身上实现不可思议的妙用。发酵后的鱼露会为我带来鲜味，也能够减轻我的涩感。辣椒会增加我热辣的口感，而酸甘与我体内的酸性成分，则能消减鱼露、虾米、小鱼干的腥味，同时平衡棕榈糖所带来的椰香和甜味。所有食材在盐钵中被捶打和混合，让蔬菜得以释放一些自然香气，并吸收各种食材的独特风味。聪颖的人们总能根据食材与风味的不同，找出最适合的辅佐对象，使其在味蕾上碰撞出纷繁的味道，赋予美食内在的灵魂。I think this one has a better complexity in taste because there is the peanuts going on. The peanuts is very, very aromatic. It smells really good. You know, it's got a nutty, oily flavor that gives the nice perfume to the food.
虽然水果独特的味道以及复杂的甜味是菜肴的完美调味品，但老实说，我很少以水果入菜，因为水果除了具有可生吃的特性，我认为要在烹饪过程中保留果香味与水果中所含的营养，需要花费很大的功夫。Chef L 就以一道经典泰国菜红咖喱水果烤鸡，试着让我改观。Originally, it's the red curry with grilled duck. Because in our restaurant, the grilled chicken is our signature. Right. So we twist a bit and change it to grilled chicken. So this curry is like a slightly sweetish sweet. Because the fruit need to come and complement the taste and soften down the strong taste of the chicken and the paste. The lychee is not so surprising. The pineapple also not so surprising. But the grape, I find it very surprising. Has this always been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recipe? Grapes? Actually, if we go to the original red curry grilled duck, you will see grape is floating in the curry. Really? Yes, it's more on grapes. 原来烤制过的鸡肉也带有果香脂类以及柑橘调，能够与葡萄、绿枝、凤梨、小番茄等水果建立香气连结。因此，加入这些水果的美妙甜味，除了在风味上非常匹配，也很好的平衡了鸡肉的腻感，为菜色带来宜人的层次。但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椰浆竟然也带有辛辣调，因此与辛辣的咖喱酱也是完美的组合。Oh, it's very tasty. Interesting. I wasn't expecting that the lychee actually had so much effect on the whole curry. So it's sweet. It's almost like eating honey. The grape on its own works with the curry. The pineapple on its own works with the curry. The lychee works with the curry. So it's a very well blended dish. Yeah. A very, very properly paired dish. 这道菜的果香味特别的重，也特别的浓。但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不同水果与椰浆和鸡肉的完美搭配，使得这道咖喱特别的甜美。而这独特的风味，是我未曾在其他咖喱中品尝过的。I was expecting the chicken to be dry, to be honest. But I think it's rehydrated with the curries and the cream and the fat by the coconut, right? It's smooth, it's beautiful. 透过 Chef L 的厨艺，我发现我们只要掌握各种水果的味道特性以及质地，精心挑选适合的肉类或蔬菜来搭配，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水果，同样能够为美食带来更丰富且意想不到的滋味。单看我的外表，你就知道我绝对是热带水果中的明日之星。我不仅味美香甜，多汁饱满，身上还带有一股清香的味道。我的果肉细致脆嫩，营养价值比较高，因此做法与吃法也比较多样化。聪慧的人们就让我搭上肉质软嫩的鱼肉，上锅一蒸，我们就摇身一变，成为甜酸可口、芳香清甜的杨桃蒸鱼。其实，在世界3大餐饮体系中，中餐、西餐以及清真菜系自古就有水果入菜的记录。我们的祖先使用水果作为食物的辅助、菜品的配菜，它们至今仍可作为我们科学配膳的指引。我今天就来到一家私房菜餐馆，了解他们如何让水果在中餐的菜式里成为重要的角色，为菜肴增添甜香可人的果香味。水果的好处是它很新鲜，口感蛮好的。这道菜我们是用杨桃制作杨桃蒸鱼，因为杨桃甜甜酸酸，对。这个需要腌过。所以你享受腌过的一个过程，就是好像我在菜场是加盐、加糖等等那些东西，来把那个水果的味道带出来。对。不然的话，它的味道虽然是酸酸甜甜，还是不够重、不够浓啊。糖、盐都是很基本嘛。
甘草，这是甘草对吗？对。因为甘草本身算是有点带一点涩味嘛，是吗？对。甘草有点甘甜，甘甜比较润喉的。OK。鱼儿一旦被捕捉，它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会变成挥发性化合物，散发明显的草本和金属气味。这与我体内的青绿与草本调就是绝配。而紫姜里的姜辣素和姜烯酚等刺激性物质，能够降低味蕾对于味觉感受的灵敏性，因此起到去腥的作用。水果中所含的果糖比蔗糖具有更复杂的甜味，这种甜味让人不容易厌腻。腌制了3个星期的杨桃，能够呈现出更具广度与深度的甜味，搭配酱香和脂香浓郁的黄豆酱，在口感及味道上丰富了这条石斑鱼。重要的是，它的水果不可以太绵，因为在做汁和在煮和炒的时候，它的水果会完全融化。比如没可能用芒果或者香蕉这一类似的。所以你们就要专注就是它的口感。对，口感、颜色也是很好的一个考虑。以水果入菜，要依据水果本身的特质和个性去发挥，再加以适宜的烹饪方式处理。但我未曾留意水果的颜色和类似颜色的蔬菜组合，也是味道搭配的提示。原来同色系的色调彼此衬托的食材，很有可能具有共同的香气与味道。如果单单就是论风味来讲，其实这道菜挺像潮州的蒸鱼嘛。是有点像，可是潮州菜是用了千水梅嘛，那个千水梅的味道是比较重口味，比较酸。这个呢，用杨桃呢是比较轻，比较爽口，通常是一起吃的。吃那个潮州蒸鱼的时候，很少人会吃那个梅了。水果是能让人感受到四季变化的珍贵食材。Thomas 还特地嘱咐厨师们利用当季的水果，为我准备这道丰盛的水果盛宴。这道就是我们的七彩养生烙喜。七彩当然是一个颜色嘛，养生当然是水果都是很健康的一道菜，还有很多青菜。一共是10到15种不同的果类和菜。很开胃。其实它这道菜的口感很不错，就是永远吃不腻。它是比较轻的味道，比较爽口 refreshing。水果最适合生吃，然而做成美食，其实很大部分除了取其果香，在中餐来说，它也取代了醋、糖的使用，除了提鲜，也能为菜肴带来清爽的效果。真的很好吃，它就是好像有一点怎么说，最熟悉的陌生人，你知道吗？那种味道，它有那个潮州的那种味道，那个果香味。其实你没有把那个杨桃带出来的话，我会想说，你们家的这个酸梅为什么会这么淡？很新鲜、很香的那种酸梅式的味道。有可能你所熟悉的味道是那个豆酱的味道。那个豆酱味道其实配了那个杨桃，其实挺惊讶，就是它特别搭配了杨桃的那个味道。很搭配。对，它的口感其实很纯净。我一直以来都在尝试颠覆传统的潮州料理，希望在保存原味的基础下，找出不同的材料来取代传统的食材。可是我却未曾考虑过使用水果来代替传统的腌制品。这道杨桃蒸鱼真的开拓了我的视野，让我看见水果所带来的无数可能性，也推动我要继续往这个方向加以探索。我可说是瑞典人最爱的调味料，他们心目中的老干妈。在瑞典，我可是被广泛用作各种菜肴的佐料，从肉丸到薄煎饼，从麦片粥到血布丁。但我最著名的拍档，莫过于这些紧实 Q 弹的牛肉丸。我们搭配起来酸甜可口，让你有意想不到的味蕾撞击。我们就是瑞典肉丸与越橘酱，可说是瑞典饮食文化的一个代名词。许多水果有天然味道的伴侣，
例如黄梨和焦糖、柚子和蜂蜜、草莓和薄荷。人们喜欢这些配对，这不仅是大家熟悉的味道，在食物和饮料中也经常见到这些口味组合。新鲜的肉丸子搭配酸酸甜甜的越橘酱，是我们经过学习而喜欢的一种惊喜配对，也是大多数人对瑞典美食认识的开始。In the culture of Sweden, there's no food philosophy. Really? It's about comfort food, how my mom made it. So it's all about everything that comes from the heart. So every household that you go, it's never going to be the same Swedish meatball. 在瑞典，肉丸子被称为妈妈的丸子，因为这些肉丸不会让你觉得入口惊艳，但却是口口踏实，正如妈妈做的菜一样，感觉厚实、温暖、贴心。So lingonberry resonates a lot like cranberry. So it's a sweet and sour note. Can I taste it? Of course. Oh, it's very tart. It's very tangy. Yeah. There's a little bit of that bitterness that follows. Yep. And it complements very well with the savory notes of the meatball. 我能够与牛肉丸如此登对，因为每当你吃到酸性物质时，食物中的氢离子就足以刺激味觉细胞，释放出神经传导物质，让你对食物味道更敏感。同时，酸味也可以刺激口腔分泌更多唾液，进而把化合物送到味蕾。因此，我体内的酸不仅可以平衡牛肉的油脂，改变酸碱值，同时我的甜度也能大幅增加肉丸的层次与咸度，让整道菜的风味更加的饱和。So when we're done doing the lingonberry jam, so it's also served with brown sauce. 越橘酱汁除了视觉美观，让口感干柴的牛肉丸更为湿润，也能掩盖肉腥味。这其实是早期猎人把刚猎捕的肉与当季果酱一起搭配使用而留下来的传统吃法。但瑞典人对于水果风味上的惊喜配对不仅如此而已。So now we're gonna do chicken with banana. It's a weird combination, I know, trust me. But when I ate it, it just went, just complement. Chicken, all right. 香蕉是在1944年才从墨西哥进口至瑞典，如今却成为瑞典人最日常的水果。他们甚至开创了一些有趣的香蕉料理食谱。一位父亲误打误撞的食材配对，造就了这道由鸡肉、奶油、辣椒酱、花生、培根和香蕉组成的经典瑞典菜。这也是每个瑞典小孩的最爱与童年回忆。So when does the banana go in? You bake the banana afterwards. Oh, afterwards. Yeah, you put the nuts. So put it on. Yeah. As a top covering. Yeah. Because the key to this is actually the gravy and eating it with rice. 虽然香蕉与这些食材看似格格不入，但其实它们在风味上都具有同样的香气轮廓。香蕉与花生和培根都拥有水果、辛辣与乳酪调等，而烤鸡与香蕉在水果调也有共同之处。因此，这组搭配并非偶然的美味，而是确确实实的绝配。将它们一起放入烤箱中，一道香味扑鼻的香蕉烤鸡就诞生了。Let's try the meatballs first, yeah? I'm quite amazed by the tartness is kind of removed. The jam itself is nice and sweet and fresh, and you've got all the fruity flavors going on. 这道咸甜组合看来很违和，但口感却一点也不冲突。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研究，人的舌头上有部分甜味受体，只有在同时有盐与糖的情况下才会开始活动，所以甜果酱更能带出肉丸的咸度和美味。So this one looks almost like a Christmas dish. A dish I would expect for Christmas. Yeah. Right? You have to try every component on its own, like with the peanut, the cashew nut that we have, the banana, bacon, and the chicken, and then the sauce. Yeah. It's not as weird as I thought. It's not. Trust It's me. tasty. It is. I think the large part that I overlooked was how well banana works with cream. 一道道平凡却独特的美食，蕴含着人们无限的智慧与情感，而这些食材又反过来给予味千变万化的味道，使美食别具一格，耐人寻味。
所以这次我想要尝试使用一些平凡且熟悉的食材，透过点滴变化，发现不一样的果香风味。所以这次要做的这个创意菜呢，其实是一个鸡肝肉酱。我决定就是用香蕉，因为香蕉本身呢，它的那个质地呢，其实搭配这个肉酱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法。香蕉本身它的糖分也是比较高一点点，然后它的质地是那种软软稠稠的一种质地。我要把这个肉酱做成好像一个慕斯。当归有比较重的一个药材性的一种果香味，所以我经常喜欢用这个当归来搭配鸡肉，或者是来煮鸡肝。然后要带出来的甜味呢，我们用枸杞，就是要用这个果香味呢来降低这个肉腥味。现在我们是加那个香蕉，另外一个呢就是葡萄干。清丽的果香与鸡肝混合为一体，把原本平淡无味的食材变身成一道清爽的开胃小品。百香果的味道呢，还有那个风味呢是比较重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它的那个风味呢，其实很适合搭配这个香蕉。当然，这个百香果是甜甜酸酸的嘛，所以它的酸度呢，其实有助于解腻啦。倒入奶油，将增添菜肴整体的风味，让甜味、酸味升级，完成我心目中想要达到的风味。肉酱跟水果一起搭配，吃其实挺不错的。这个香蕉的那味道呢，跟这个小茴香其实特别的搭配。然后它的那个肉酱本身也有带一些就是水果的那个味道，它的那个甜味呢，在每一口的时候就是会偶尔咬到这个葡萄干跟这个枸杞，所以它的那个层次感有这个爆香的那种口味，其实特别的新鲜。虽然拿水果当主食有些力所不及，但是除了生吃，发挥一点创意，以水果入传，仍是一趟充满惊喜的冒险旅程。